第一个问题啊，有小伙伴说当年嘉磊是怎么告白的？还原一下告白的场景。第一个问题有这么硬核吗？看到过去我的评论的人就知道，刘老师他当年根本就没有追过我。那天喝了酒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对，他就记得他表白了。对，我就记得。那我来复述一下啊，他的这个经历呢，真的要给广大男同胞们一个警钟，你们在表白的时候千万一定要以此为戒。他当年晚上喝多了，给我打电话表白。然后呢，是半夜2、3点的时候，我正在睡觉呢，突然手机铃声响，我就迷迷糊糊的接电话。接电话的时候，就传来他那边就是含糊不清，我一听就是喝了酒的那种话，然后他就絮絮叨叨的跟我说：“哎呀，我喜欢你，我原来不知道，我看你跟一个男生走在一起，我突然觉得好难受啊。然后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是为什么，然后我就来喝酒，喝着我就想明白了，原来我是喜欢你的。”说实话，我接到他的电话，内心是有那种小欣喜、小雀跃的。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早就暗恋他了嘛。但是呢，他光告诉我这些，他完全没有问我说，你看这个咱俩是不是要在一起试试啊？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啊？咱俩要不要谈恋爱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只是想打个电话来向我传递出这个信息，告诉我啊，我喜欢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弄得我就特别尴尬，你知道吗？不是，我觉得你是没经验嘛，就是我说我喜欢你了，你下意识不就应该说一句我也喜欢你？当然不是啦，我再考虑，或者说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了，或者我不喜欢你，是这样子呢？当然不是了。对啊，所以不应该不是你这个一看就是没经验，不应该这么说。别人说你喜欢你有很多经验吗？还行吧，还行吧，反正就是可能当时我喝多了，当时我也是很诧异，为什么你会说一句好的我知道了，为什么会说这种话？也有可能就是那时候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暗恋我嘛，所以我跟他说，我喜欢他，就代表着我给你的答复。谁知道？大家怎么知道我暗恋你了？别人怎么知道？谁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谁不知道？大家都知道。谁知道？2000 years later。你看，这就是分歧所在了啊！我们这个例子给大家一个忠告啊，男生千万不要抱有这样的幻想啊！你该问什么就问什么啊！然后他说完那些话之后，就我们俩相处就很莫名其妙，因为他就是不问出那个问题，我也没办法去回答。我默认已经在一起了呀。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呢？对吧？然后呢，他也没告诉别人说啊，我俩在一起了。就这好像跟我看到的人家跟我表的白，你别说我没有表白经验，也有很多人跟我表白了，好吗？人家都是说你觉得呢？你觉得我怎么样？人家会问的，知道吗？我才可以回答。那个人也没有经验，你也没有经验，你们两个我不管啊，反正大家的觉得我说的对的请扣1，好吧？觉得他说的对的就不要扣。就扣2。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对，2011年11月11号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跟所有人大家一起聚会，我们当时是在一个我们学校自己学生开的一个小酒吧里面，他就把我喊出了酒吧，酒吧旁边呢是一个地下停车场的那个入口，然后呢他就把我拉到那个地下停车场那里。不是你忘了你当时说的话了吗？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你不是说的这句话，你忘了吗？你说的是，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哦，放屁，你就是忘了。没有，一个意思。什么鬼？重新来啊！等一下啊，就是那个时候他把我壁咚在这儿，然后你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不敢看你，然后我就这样子。干嘛呀你？老放弃。知道我什么意思？这就是当年发生的种种，他根本就没有追过我，好吗？没有，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是咱俩在一块儿了，这个最重要，这个最重要。好，下一个问题啊，如果碰到别人说刘老师长相配不上自己，怎么回答？不值得回答。过下一个。好，第一次旅游告诉家人了吗？哎，这个真的特别搞笑。我和他第一次旅行呢，是大1还是大2的时候去厦门。那个时候呢，就是完全瞒着父母的，完全不知情。然后很多年之后呢，我跟我爸妈说起的时候，说啊，那个时候没跟你们说，我们出去玩了。结果我爸妈就说，哎呀，我们早就知道了。我当时一脸震惊，你们怎么知道的？然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去厦门之前呢，我回一趟家，在我家的电脑上登录了我们的人人啊，那个年代是用人人的。
回学校之后忘记把人人登出了，然后我和他去厦门的时候，我们就拍了很多照片嘛，然后我就上传人人，同学们都在下面各种评论，哎呀，你们看起来好好玩啊，这是在哪儿啊，然后怎么样啊，所有的这一切都被我爸妈看到了。因为电脑上的人人他是会主动弹出消息的，我爸妈就在那儿用电脑的时候，突然时不时就弹出照片已发布，谁谁谁给你发一条评论，他们就在那儿看着我发了和嘉伟在厦门的照片，告诉大家说我们玩得很开心。哎呀，现在想想真的，不过可能是爸妈也比较信任我嘛，相信我，所以当年他们没有说什么，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了。吵架有矛盾，互相不理解，怎么处理？听谁的？我俩吵架基本上都是因为工作。对，如果我们不吵架的话，那你们看到的视频就能够快很多。对，不过讲道理啊，他脑子确实比我脑子好使很多，基本上都是他对，然后吵，最后是我认错。你吵架的时候咋不这么觉得呢？嗨，一码归一码嘛，吵架还有吵架的乐趣呢，抬杠的乐趣。下一个问题，怎么和家里人相处？高三总是和父母吵架，这个我太有经验了。对，真的，在我没有好好学习的时候，我真的天天和我爸妈吵架，觉得他们不理解我和朋友们的情谊，总是阻拦我，怕我早恋，就盯着我，没有自由，对吧？但是呢，这一切都在我好好学习之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当我好好学习之后，是他们来劝我说，哎呀，注意点身体，你不要这么认真的学习，你多跟朋友相处。发现这个区别没有，就是我们得发觉我们和父母的相同点，我们一致的那个目标就是好好学习。我们想好好学习，父母也这么想。这么做了之后呢，起码我们都能看到学习成绩的进步嘛，很多矛盾真的就迎刃而解了。尤其是收到私信说上高中谈恋爱，父母非要逼着分手怎么办？很简单，你只要让他们看见这个考试成绩的进步，然后跟他们说，如果我现在分手了，我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我的学习成绩就会下降，我就不能进步了。你看爸爸妈妈哪个敢打扰你，对吧？所以其实真的很简单，找到父母和自己相同的那个一致的利益点就可以了。如果有帮助的话，可以在弹幕告诉我一下。下一个问题，对于生孩子的看法。我们都还是挺希望有一个小小千层啊，或者一个小小嘉伟的。对。但是说实话，目前是在我这里，就是我目前觉得没有足够的精力分担出来给生育孩子、养孩子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计划中可能就是等这1-2年吧。我自己觉得工作的状态、做视频的状态很稳定了，我有信心了。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做好做父母的准备了。下一个问题。有没有喜欢的歌手或者明星？这个他比较适合回答。我喜欢周杰伦和李荣浩啊。他就喜欢这种和他一样眼睛小小的，但人家有才华的男歌手，是吗？不是，李荣浩是你老乡啊。这你都知道？而且他写过一首歌叫《老街》，那条街就在他的老家，你知道吗？我还去过，还挺好看的。然后每次听到这歌，一听到就想起他，感觉啊，所以我比较喜欢李荣浩。有。然后周杰伦，那可是周杰伦啊，童年的回忆啊。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爱情观是什么样子的？这道题像哲学题一样，我会真的觉得爱情它一定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呢，我会觉得非常符合我对于一段成熟而且会很持续的亲密关系的理解。说实话，如果我俩不在一起，甚至我俩是单身状态的时候，我能想象的那个画面，我俩都能过得特别好。那我呢，就是一个比较宅的女生嘛，工作完了之后就在家看自己喜欢的书，看看纪录片，然后打辩论。周末呢约好朋友来家里面谈谈心坐坐。那刘老师呢，他就是一定是那种一到周六日就呼唤他的一大堆朋友们，然后到处去逛逛、吃吃喝喝、打游戏，对，到处旅行那种。所以我们俩就算不在一起，就算单身，也能非常独立的过好剩下的日子。但是呢，我们俩在一起了。他让我的整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搞笑，你明白吗？因为我本来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偏讲理论、讲道理、比较严肃的一个人，但是他不是，他老是做些让我匪夷所思的事情，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欢乐。我是不是嫁了一个傻子？我的妈呀！我不知道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蠢萌的这么一个男生，对吧？所以他让我的生活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乐趣，这是和我一个人过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来说说我给你增加了什么？一句话吧，就是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
这也太文艺空调开得太冷了，这也太文艺了吧？你能不能讲实际一点的？就我自己，其实我能感觉到我自己是一种没心没肺，然后想的比较少的人。之前说过嘛，有点像半条的咸鱼。他是一个那种小小的身体，充满了大量的能量，就是有一种很积极、很向上的感觉。我感觉如果要是没有碰见他呢，我可能现在还在那么浑浑噩噩，然后没心没肺的过着，天天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过去了。而且呢，他撒起娇了，哇，真的是那种融化全世界的感觉哦。是吗？对啊，每次他撒娇的时候，感觉啊，干嘛要一个人过来，两个人过多开心。下一个问题，说出对方3个优点。你先说，我先说。我先说吧，那多简单，好看哦，不能说长得好看。为什么不能说？说自己媳妇长得好看是不是太炫耀了？你这么说才会挨打好吗？啊，这个不算啊，就是这个不算，这个算，这个算啊。行行，那还有一个就是他逻辑思维很强，目标又很强，又很积极阳光，然后还很高效。这应该叫什么呀？这个合起来应该叫啥呀？啊，这是一个优点，我以为你说了我好几个优点呢。就这么说吧，他就是他脑子好，他脑子好使，可以很接地气。还有一个活得明白。活得明白，对，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然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时候又可以努力的去争取啊，比我强多了。我就是那种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半只的咸鱼。该你了。他的3个优点啊，其实他优点还挺多的。第一个优点呢，就是我觉得他是很有童真、很有童心的一个人。我觉得一个男生有这一点真的特别好，就是不是大部分男生都这样吗？是吗？我不知道，我以为大部分男生都应该是有一颗。没有，我就觉得就是他会让我觉得他很单纯，他是很容易得到开心、快乐、满足的。比如说玩玩塑料小人呐、摆弄摆弄花花草草啊，就会那一瞬间就特别的开心，就完全忘了外面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啊。这一点就会让我觉得特别好，就有一种很纯净的那种感觉。我确实是一个会给自己找快乐的人。哟，是吧？然后还有第2点呢，就是他特别能吃苦。我觉得还挺难得的，因为他当年骑自行车去西藏骑行了1个月之后，当时我妈就跟我说，这小伙能吃苦，然后值得托付。而且他后来，比如说现在要熬夜帮我剪视频啊，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然后早起帮我做饭啊，身为女生会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然后呢，第3点呢，这个不是应该的吗？当然不是啦，我觉得男生有这样子的品质，挺难得的。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品质的话，就给你们点赞。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说的嘛，他就是很搞笑，就一边搞笑，然后一边给我责任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我们行驶在那个茫茫的西部大草原上面，然后这时候我们的越野车坏了，他就从车上跳了下来，然后打开那个后车厢，然后从里面拿出什么锤子啊，不是锤子，那什么扳手扳手啊，然后工具箱就叮咣啷叮咣啷就把这个车给修好了，然后穿着他的那个工装裤工装靴，然后就跳上那个车，然后开着车带我走了，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很有责任感，很安全，然后就觉得特别好。你看我们这个彩虹屁大家满意吗？ Sticking it out.